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 EDB 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，新加坡一共吸引了142亿新元的固定资产投资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FDI。但在这一串数字中，最震撼人心的是，中国大陆的投资额竟然暴涨了8倍。以前大家总觉得美资才是新加坡的最大金主，但现在风向变了。中国大陆的投资占比从 2.5% 一路狂飙到了 20.6%， 直接超越了美国，成为了新加坡第2大投资来源地。更夸张的是，在反映企业舍不舍得花钱的业务总开支和经济增值这2项指标上，中资竟然占到了半壁江山。那么为什么在这个全球资本都小心翼翼的时代，中资却集体选择了奔赴新加坡？你可能想问，中资的到来给我们新加坡普通人带来的到底是更好工作机会，还是更卷的工作竞争？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揭晓，这股中资潮的背后，其实是中国企业的一次集体战略转型。随着中国国内经济进入稳健增长期，很多优秀的企业面临一个现实，不出海就出局，而新加坡凭借中立法治和高效，成了中企进行全球身份重塑的首选地。在这里设立总部，不仅是为了拓展东南亚市场，更是为了对冲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。我们看看这些入驻的企业名单，不仅有字节跳动、米哈游这些科技巨头，还有像安踏这样的时尚运动巨头，把东南亚总部搬到了这里，甚至以此为跳板去收购全球品牌。还有海柔创新的机器人，药明康德的生物医药。这些企业入驻新加坡不是来走马观花的，他们是来扎根的。他们不仅带来了资金，更带来了最前沿的行业经验。这时候很多人会问，这种大规模的资本涌入，对我们普通新加坡人来说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新加坡不只是看数额，更看重实质性业务，而中资在这方面的表现堪称惊艳。中资在经济增值中占比超过1半。这意味着流入新加坡的不是快进快出的热钱，而是能够产生持续利润、支付高昂租金和高额薪水的优质资本。2025年的这些投资项目，预计在未来5年会创造超过15000个新岗位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岗位大多属于 AI、生物科技和机器人这些高含金量的领域。这说明中企正在帮助新加坡在未来的新兴产业竞争中抢占滩头。中资企业的到来，实际上是把新加坡的本地职场带入了一个高溢价就业的时代。这些企业愿意支付竞争力的薪水，来吸引本地最优秀的人才。那么这些工作岗位的出现，究竟会给本地职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化学反应呢？对于咱们本地打工人来说，这份报告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职场信号，你的老板名录里中资企业的比重正在快速上升。像安踏、海大集团这些公司，在本地的征聘比例甚至超过了 70%。这不仅带来了海量的就业机会，也对本地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。中资企业以速度和效率著称，这和欧美企业的职场文化大不相同。这意味着未来的职场红利将属于那些能够跨文化协作、适应中企节奏的人才。这不仅仅是技能的竞争，更是适应力的竞争。中资带来的工作既是跳槽加薪的黄金机会，也是一场必须面对的职场进化。新加坡人正处于这种新老文化的交汇点，我们需要学习如何与这种极具爆发力的生产力共同成长，才能在新的全球资本版图中稳稳立足。新加坡既成功接纳了急需国际化的中资，同时也保留了欧美日韩的存量优势。这种左右逢源的平衡术，让新加坡成为了世界碎片化过程中一个无法被替代的稳定器。这种唯一性就是新加坡最大的竞争力。中资的狂飙不是对谁的替代，而是对新加坡多元化生态的强力补充。当全世界最顶尖的资本和人才都在这里交汇，新加坡产生的就不仅是 GDP， 更是引领未来的创新动力。对于身在狮城的我们来说，拥抱变化才是抓住红利的唯一方式。看完这份 EDB 报告，你觉得中资企业的入驻是带来了更多的机会，还是让职场竞争变得更卷了？
面对日益增多的中资企业，你准备好调整自己的职业赛道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讨论师承的未来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